今天的题目是所想的事情，就心里所想的事情，这半年的发展。那选项就是在封面，就是那4个图案，就是选一个。那第一个是闪电图案，第2个是太阳图案，第3个是月亮图案，第4个是云朵图案。那先看第一个，那这一次会抽3张牌，就是第1张就是现况，然后第2张就是发展的过程，然后第3张就是这半年的总结，就是短期的结果。好，那来看看抽到第一组闪电图案的人，心里所想的事情，这半年的发展跟短期结果如何？第一组牌，我是不知道你们考量的事情是不是跟金钱利益或者是商业合作上实质利益比较相关的问题，有可能啊。那如果说是就是事业相关或钱啊，实质利益相关的话，那可能你们就是要有一个，就是这方面可能要一个新的开始。就是也许说你可能会想转换跑道啊，就是换个工作啊，或者说自行创业啊，或者说是尝试新的投资理财方法啊。那如果说你问的是不是金钱方面的，那有可能说例如说是人际关系，那也许说你要跟你在考虑的事情可能是跟新的商业伙伴合作，要不要找人合伙？或者说，如果说是爱情问题的话，那可能是说，你找对象的条件可能是在工作啊，或者是金钱上。是能够对你有帮助的人，你可能会考量这一点，或者说你现在考虑，你可能问说，跟这个对象在一起好不好也不一定，或者说能不能跟这个对象在一起，然后这个对象是他的条件是能够帮助你的经济状况这方面的，你可能就是在想这件事情。因为 Ace of Pentacle 其实就是比较算是跟金钱方面的一个开始，新的开始，所以解释现况的解释会比较偏向这样。那发展的过程，因为圣杯牌就比较偏人际关系的。那如果圣杯牌的正位的话，本来应该是说是很开心的场合，大家都可能交谈得很愉快，相处得很愉快，玩得很愉快。
那既然是逆位的话，可能就是说，你如果说是想创业，或者说是想转换跑道，可能会面临一些人际关系的问题。那你如果说是感情问题的话，可能会有第三者介入，可能就是也许你喜欢的这个对象也有其他人在喜欢，或者说他有其他喜欢的对象，就是不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而已。那如果说你可能是想要投资理财，尝试新的投资理财方案的话，因为圣杯三的逆位的话，基本上就是不好的人际关系，所以就是，而且三的话是一个群体嘛，所以你可能就是也要小心，就是投资消息的来源，或者说如果有人怂恿你要做什么新的没有听过的投资，可能就要小心一点。你基本上就是会遇到一些人际关系的阻碍，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不论说你考量的事情是什么，或者说就是在跟人的沟通上可能会就是弄得很不愉快，因为本来圣杯三是开心的嘛，那逆位的话就可能就是会产生很多不愉快。那金币七的话，就是你的努力，然后终于就是获得结果的一张牌。不过圣杯七的话是要收获是需要一点时间呐。不过我觉得就是可能就是在这半年的末段，就是你可以渐渐的看到，就是你想要的结果，也许不是那么彻底的是你想要的结果，可能就是还要再花一点时间才会到完全是你要的结果。但是我觉得应该在这半年的末尾是能够看到一点苗头。因为钱币七虽然说是努力有回报，但是它是属于需要一点时间的，所以你可能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就是一直觉得，哦，我明明这么努力，但是为什么还没有结果？哦，就是要拖到最后这个阶段，哦，你才终于看到，哦，好像是有在变好的那个苗头了，因为它就是需要时间，然后获得结果的那个速度是比较缓慢一点啊。但基本上是会有一个好的结果的。也许说，如果你是想要创业，想要转换跑道，也许过程中是会遇到一些阻碍啦，但是到最后还是能够成功，可能换到想要的工作，或者说顺利的创业。那如果是想要发展感情的话，虽然可能会有一些人来抢你的对象，但是你可能最后就还是能够得偿所愿。那投资理财过程可能会有一些错误的资讯，或者说你是跟人讨论投资方案的话，可能过程中会有一些不愉快，但你最后可能还是能够识破那些不好的建议，但是还是要小心啊。然后能够渐渐的，就是看到努力的成果。不过，如果说真的是要投资新的方式的话，我觉得现在真的诈骗太多了，
就是大家尽量还是要找那种公信力比较高的机构去交易。那第二组，不对，对，第一组就是到这边。那如果有个占需求的话，可以看一下资讯栏，然后看一下第二组选择太阳图案的人，心里想的事情，这半年来的发展跟短期的结果。第二组牌的人是在考虑感情问题吗？因为这前后2张牌感觉都是比较偏感情方面的，就跟刚刚那一组人都是偏金钱方面的，是不一样。那如果是考虑感情问题的人的话，你有可能就是你有开始想要谈恋爱，或者是甚至是说，应该说是在感情上面有想要稳定下来的想法，或者甚至说，你可能有考虑要成家，就是要组织家庭，要共组家庭。那如果说你考虑的不是感情方面的问题，那因为是圣杯10，也会，我觉得也会比较偏是，不是说自己的工作要转换跑道这一种，不是像上一组那样，会比较偏向说，要跟人合伙的。我觉得圣杯10一定是不是你自己一个人做。因为像刚刚那一组的话，还有可能是一个人转换跑道跳槽，一个人创业。那这一组的话，你要么就可能是考虑说要找人合伙，要么可能就是成立公司，但不是你自己一个人成立公司、成立工作室，可能是一群人要一起来做。你可能是有想要这样子。圣杯10主要就是跟家人或者说一群人就是相处的很和乐，所以整体来说就是感情上的话，你可能会开始想定下来。那如果说是比较工作方面的，那你可能就是有想要找人合作，或者说跟人一起合资开公司。可是虽然你是有这些想法，但在过程中你又可能就是比较迈不开步伐，然后可能就是会想比较多，
可能就会想说啊，可是如果要结婚的话，哦，可能听过太多鬼故事了，然后呢就会想很多，然后虽然有这个想法，但是又不敢真的去做，这样。那或者说，我想说我要投资创业了，但是又听过很多哦，跟人合伙之后，然后最后撕破脸啊，连朋友都做不成啊，等等之类的。你又开始想到这些哦比较不好的例子，然后就导致说哦，本来好像想去做这件事，然后又失去了勇气，就觉得要做吗？就有点可能踌躇不前，不敢去做。或者说你不敢相信，就是在你身边的人、跟随你的人是可以信任的。因为愚者牌本来的牌是有一只忠实的小白狗嘛，所以你可能不敢相信说，哦，这个人是可以信任的，也有可能。嗯，但是最后就是这半年的短期结果是恋人牌的话，也是代表说，哎，你虽然担心这么多，但其实后来可能发现，哎，你跟这个人谈恋爱好像很合得来耶。就你们的沟通交流好像都没有你先前担心的那一些问题，或者说也许遇到了这些问题，但是哎也顺利的磨合了，解决了。那如果说是可能合伙、投资、开公司之类的，跟人就是这些比较工作上的合作，哎也是就是就交流的很顺利耶，可能对方跟你频率很合，然后你们可能就算有一些小的意见相左的地方，到最后可能也都能够顺利的达成协议。因为恋人牌就是相处的很顺利，沟通的很顺畅，彼此之间没有隔阂，所以就说明哦，对啊，一开始这个是比较偏合作关系嘛，不管是说感情上的合作，或者说商务上的合作，哎，结果这个都到最后都是很顺利的。这张就是交流都很顺利，所以你在想的这件事，应该是你在想要跟人一起的事情是能够沟通顺畅。那第二组就这样。那如果有个占需求的话，就可以看一下资讯栏。那看一下第三组，就选到月亮图案的人，这半年所想的事情的发展跟短期的结果如何？
这一组第三组的人，不管你现在思考的说是感情的问题，还是说是商业合作，比较偏商业合作的问题，或者说人际关系的问题，你可能要小心，就是可能会有一些不诚实的人，或者说就是想要哄骗你的人。因为就是宝剑七，它是比较偏向有一些诡计、奸诈，或者说欺瞒、算计，那是一些不诚实的事情发生。虽然说，我觉得逆位的话，还比正位好一点，因为逆位的话就代表你可能在这个初期的阶段就会发现对方的这些阴谋诡计。不管说是感情上，或者说合作上现实利益的合作上，或者说合约上之类的，你可能在前期就会发现对方对你的一些欺瞒跟谎言。那所以过程中就是发现了就是先前那一些不诚实、不老实的状况。你可能也许不过你会寻求这些，可能前期你是有想要寻求一些比较投机取巧的方式，不论是在人际关系上，还是说在工作上。但是在过程中你就发现，好像这些事情都风险还是比较高，就是在识破这些谎言之后，就觉得好像这些投机取巧或者是超捷径的方式，好像真的就比较不可信。所以就是教皇牌就是一张比较传统，然后比较保守的牌。所以你可能就想说啊，我还是按照比较传统的方式好了，虽然可能会比较花时间，然后比较土法炼钢一点，但好像这样子比较安心一些。可是短期的结果，我觉得会成功不成功难说。可是我觉得没有一定成功或一定不成功。可是我觉得圣杯侍者更多的反映的是一种内心的状况，就是不管这件事，你想的这件事最后有没有成，我觉得你心里都会蛮压抑的，就是可能觉得这件事没有像你一开始想的那么开心。或许你一开始是能够期望说，或许你在想的事情是，例如说感情上，可能跟这个人会很开心，谈恋爱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或者说你交朋友也可以啊，或者说跟人合作也可以啊，或者说自己创业，或者说这种投资方法，你想说，或者说你做投资，你想说这些事情是会很开心的，然后会带给你很大的满足跟快乐之类的。但是可能到最后发现啊，好辛苦哦，好累哦，这样的感觉。因为我觉得圣杯侍者他是一个你内心就是小孩子的部分被压抑了，所以你可能本来是觉得做这件事到最后可以像个孩子一样开心，但没有，反而就觉得好压抑，好累。就算成功了，你可能也觉得很累，就是没有你预想的开心。好，那第三组牌就是这样。那如果有各占需求的话，就看一下资讯栏。假如资讯栏可以放连结了的话，就会放在资讯栏。不能的话，就是点到个人头像去看频道首页上会有连结。然后看一下第四组选云朵图案的人，这半年来所想，就是经理所想的事情，这半年来的发展跟短期的结果。
第四组最后一组选到云朵图案的人，不管你现在想要做什么，也许可能是感情上、人际关系上，或者说工作上、利益上、金钱上、投资上，我觉得收到魔术师都是说明说，你是有能力做这件事情的，就是你本身的能力是好的。就是其实你不管是你想要开创什么、做什么，你都是可以做的。因为就是魔术师的牌，它是掌握着很多资源，就是四大元素它都有，然后有开创这个世界的能力，是一张就是算是创造之初的牌，所以就说明你是很有能力，甚至也很有资源做你想要做的事情。但是，明明你这么有能力，这么有资源，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发展的速度，因为你可能自己也有自觉说，你是有能力的，然后你也是有资源的，所以怎么样这件事也应该要顺顺利利的发展吧。但是结果，可能你做起来没有觉得很难，但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看到想要的结果，或者说发展的速度不如你想象的那么快，或者说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顺利。然后短期的结果是圣杯骑士。圣杯骑士的话，如果说是在感情方面，就是一张好牌，就是他虽然就是走的慢，就是圣杯骑士算是在骑士牌当中走的比较慢的，是第二慢的，但是他是带着心意，所以说如果说你是谈论感情、人际关系，或者说合作对象，那这件事情是能成的，因为对方可能就是也有这个意愿。那如果是比较偏现实利益，可能工作上、金钱上的话，要看你的工作领域是哪一种哦。如果你的工作领域是比较说偏沟通，例如说公关，或者说心理辅导这方面的，那圣杯骑士就也会很顺利。就是圣杯骑士的话，其实如果说你是那种主要是协调方面的事情，都会很顺利。或者说，如果你是要求一个比较现实利益的成果，骑士牌，然后是圣杯骑士是没有到那种大富大贵的意思，但是我觉得他起码说最后的结果，我觉得还算是开心的，只是没有到说，如果你要论钱的话，他没有到很就是，例如说像国王牌、女王牌那样，但是起码它说明了至少这个结果大家都是开心的，交流是顺畅的，这样。但当然它还是偏比较好牌啦，所以我觉得即使是现实利益方面的事情，也是会不错的，只是没有保证到说会很多，会很富足这样。但是起码也会是过得去以上，就是中间以上的结果。好，那这就是第四组牌。
那如果有个占需求的话，就可以看一下资讯栏，或者说点经营频道首页。好，那这一次就到这里。